大家好，我是于超。各位好，我是于超。看一看，我看到那个应该是工资审的网站呢，上面刊登了一个就是大概16分钟的一个访谈，是他和那个刘忠敬啊，在谈论有关法轮功最近有一些不同看法，然后刘忠敬谈了谈他的看法。我这期节目的前半部分呢，就是要回应一下刘忠敬的那个看法。刘忠敬的看法大概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他说根据就是被揭露出来的这些法轮功李洪志先生的这些事情啊，认为李洪志先生简直是清廉的不得了。然后呢，那个没有任何恶习，这更证明了法轮功的什么坏事都没做。然后刘忠敬先生就开始分析这个法轮功就是反共不反共啊，然后什么白区党啊，就是开始这个分析。我是想从那个3个方面回应，一个呢就是事实，一个呢就是对事实的评价，一个呢就是这个事实背后的动机，从这3个方面加以评论。那个我听了这个刘忠敬谈的这个访谈16分钟，大概听了2遍吧。我的印象中，刘忠敬谈到就是现在外界所揭露出来法轮功的这些黑幕啊，他只谈了2件事，一个就是李洪志先生打扑克，一个呢就是这个神韵呢那个学校啊，对于学生管理严格。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稍微岔一下，就是到现在为止，整个网络上中文的这个网络上，几乎所有的这个对法轮功内幕的揭露啊，源头呢都是来自我于超，那有一处大家在传的那个不是来自我于超，但是呢，它是来自我的翻译。就是李洪志先生在那个神韵以及龙泉寺不让吃西红柿这件事儿，这个不是我说的，很多人认为是我说的。其原因在于呢，那个王志安在做他的节目的时候，应该是使用了2首甚至3首的这种剪辑的那个内容，然后里边就提到了不吃西红柿。不吃西红柿这件事是在2017年由澳洲的法轮大法弟子本赫尔利，他在一篇文章叫《我与理》这篇文章中，他在2017年说的。我呢是把这个《我与理》用机器翻译成中文了。然后呢，那个王志安提及这个事儿呢，其实并不是在我的自媒体中听到的，因为我自媒体到现在做了300多期，快400期了吧，没有一处提到那个就是李洪志先生不让这个修炼人吃西红柿的事儿，一次都没有提到过。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我说的，甚至有人在辩解和批驳我的时候，比如说我的清华校友秦鹏在批驳我的时候说，于超说那个这个山上不让吃西红柿什么的，山上啊，这是对那个龙泉寺所在地西望山的一个简称，在法轮功群体中称之为山上。就是说无论是引述的还是批驳的，他们都无视事实，就是说他们非常急于的表达立场，非常急于的去给对方设定一个他认为他应该有的位置，而忽视了事实。我认为这是在中文这个群体讨论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所有的评论什么的，你得基于事实哈。所以我的话稍微说了远了一点，下面我还要多次谈到这个事实的问题。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中文的言语场域之中，所有提到的关于法轮功的黑幕几乎都是来自于我，或者是经由我的这个介绍。而我介绍这些东西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公开的去表达意见不满呢，是2017年9月从我的那个脸书上开始的，这个我在我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过。而在我们群体内部，是我刚来美国不久，也就是2014年呢，我看到法轮功群体积极的就是向习近平示好喊话，还有那个24个英雄人物，这些都让我非常的警惕。所以呢，就是说我站出来谈这些问题啊，往短里说是6年半，往长里说是10年了已经。所以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情况下呢，刘正敬他在那个和这个公资审去交谈的时候说，这时候这些人跳出来什么什么，这时候这些人跳出来这句话里这个动词和状语都是不对的。第一，我没有跳，我是站在这儿站了10年了，并不能因为你突然看见我突然映入你的眼帘，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你突然看见我就跳，这个动作是不对的。因为于超这个主语没有跳，没有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还有你说这时候似乎是此前这些事情都没有出现，而现在突然出现了，这个也并非事实。那个非常非常狭窄的，就是说神韵的这些事儿，是在2023年8月19号我第一次做的节目，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早于王志安。然后呢，所以被刘正敬描述为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跳出来，就是这一整句话都是不成立的，动词、状语，包括他们这个词儿也不成立。因为我于超不和任何人一个门，我于超就是我自己，我既不和王志安一个门，我也没有和肖明一个门，也没有和这个陶瑞一个门，我也没有和李南央一个门，这个我不和任何人成为一个门，实际上是。所以他们这个主语也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语、谓语、动词、状语全都错了。那么这句话里还剩什么是对的呢？我觉得可能只能剩什么乐呀、妈呀这种那个语气词可能是对的了吧。不过单纯从语气词，它也难以成为一句话。所以就是说，我这个就是事实上澄清一些。那么就是在那个刘正敬和公资审对谈的时候呢，刘正敬他所提出的就是说法轮功被责备，一个呢是李洪志打扑克，一个呢是神韵管理那个严格，然后他就说这2条就是责备法轮功的全部内容了。这个也不是事实，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从2017年对法轮功的各方面的实践质疑到现在，准确的说是6年半吧，2017年9月到现在2024年3月，这个正好6年半，可以说是正好6年半。在这6年半中，我提出的各个方面简直太多了。那么并不能因为刘正敬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不存在。我觉得刘正敬他这个比较恰当的方式说是我不知道对法轮功的质疑都有什么。你不能就是把王志安那儿的2手甚至3手的这个信息拿来，到你这儿都是4手5手了。不但你不知道这个对法轮功的责备是什么，公资审也不知道。你们2个人呢是在谈论一个双方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呢就拿出一个自己基于这个不知道而生成的这么一个完全不存在的这个事实。完全不存在的事实是什么呢？是李洪志打扑克和神韵管理严格这2件事儿是对这个法轮功群体的全部责备。这句话不是事实。实际上呢，这句话里边2件事儿，李洪志打扑克这件事儿啊，是打扑克成瘾，而且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打扑克。我今天不在我的节目中再赘述了，因为既然你已经是在这种完全没有这个事实的基础上自己生造这个事实，那么很显然就说明你此前没有兴趣，不愿意花时间来听我的节目。那现在既然你不愿意花时间，我就假设你可能也不会花时间听我现在再说一遍，所以我也不想说。那另外一个事实呢，被你称为事实的东西，我不称为它是事实。你说神韵管理严格，这个话从来没有从我于超的嘴里吐出来过，所以这个事儿并不是坊间对神韵的
或者对法轮功群体的指责。坊间不存在对法轮功群体的指责，说这个法轮功的学校管理严格，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具体指责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我都已经在我的节目里再三再四的说了。所以我想指出，刘忠敬在提到法轮功受到责备仅有的2句话之中，基本都不是事实。那么还有一个呢，什么不是事实呢？等一会儿啊。还有什么不是事实呢？就是刘忠敬他在谈论这整件事的时候啊，他是把这个对法轮功的责备以及法轮功被披露出来的黑幕当成是法轮功内部的事情，当成是中国人的事情。因为他说了，他说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这个群体里是太常见了，就是中国人倾向于管理这个自己的孩子，这种方式管理。那么这种假设也不是事实，就是刘忠敬他假设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中国人群体中的，不是。受害的孩子有美国公民，有西人，有世界其他国家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孩子，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他之所以被指出来，以及法轮功群体、法轮功官方如临大敌的回应，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涉嫌就是伤害了这个美国公民，还有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那个所以呢，就是说刘忠敬在整个事情的这个论述之中，在事实层面啊，基本就是在道听途说的这个情况下，脑子里形成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就开始说了。我觉得就是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评述事实的一个态度。然后呢，那个在这个刘忠敬对于事实的这个评价方面，他就说，在这个时间呢，就这些人哈跳出来，他们有可能有白区党的背景，因为平常我也听一些刘忠敬的一些讲座，而且我是挺那什么的，挺那个受益的。下边我要是时间充足的话，我还可以谈一谈对刘忠敬的一些看法的一些说法的一些观点。要没时间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不是今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刘忠敬在评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这些法轮功的异议者呀是白区党，可能是白区党的人，他没有肯定，但他呢基于这种可能性发表了就是很多看法。假如你说别人说就是其他人，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假如你在这里边提到的这些这个法轮功的这个异议者，就主要就是我嘛，这几年以来一直都是我于超，那么我就有100%的发言权了。那么我想说的，我不是白区党，这个白区党是刘忠敬在描述历史的时候哈，从这个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在白区的那些人吧，被叫成白区党。后来改革开放干部呢，也是新时期的被称作白区党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呢，愿意在美国的这个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吧，在中国呢，就是引入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引入一些资金，然后呢，这个维持他们在中国的这个统治。然后白区党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山东老干部，这是刘忠敬的一个说法。而习近平呢是属于这种就是土鳖山东老干部的，而白区党这些人呢是想用在美国的秩序下享乐的。这是一整套那个什么那个刘忠敬对于这个历史和现实中
分析的一个类别吧，白旗党。那么我于超呢和白旗党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就是刘仲敬在这个分析法轮功的时候，把指出法轮功的这些人是提出不同看法的人是白区党，这个是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这么一种说法。那么他认为白区党是接受了一些命令，甚至台湾那个什么陈俊浩还是陈俊什么那个残疾律师死亡，也是白区党下手。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白区党下手啊，我不能说不是，但是呢，我觉得和我所看到的世界相去甚远。其他人我不敢说，我于超不是白区党。那个我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呢，在清华的时候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的时候呢，那个我27岁，那时候我就用自己所知道的这个互联网技术和加密技术啊，建立了中国和海外的这个加密的通讯渠道，相当程度上帮助建立了法轮功在国内的这个情报网，帮助呢那个世界顶级媒体的记者在华采访，传授他们这个加密手段，在国内的这个秘密通讯，然后呢，帮助他们安排这个 safe house 安全屋，然后呢设计安全路线，甩掉跟他们的那个警察。因此呢，我成为那个就是当时被全国通缉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吧。2002年的时候我被抓，然后关押将近10年之后呢，2012年我出狱，2013年的时候我来到美国，这是我大概的一个履历吧。所以呢，就是我和白旗党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刘仲敬在这一点上说错了，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事实，刘仲敬呢没有能说出事实；对于事实的评价呢，那个也没有能够说出这个一个正确的这个评价。还有这个背后的动机呢，我觉得说的也是非常的这个语焉不详。就是一个人做一个事儿，到底他的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事儿，刘仲敬并没有说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刘仲敬他认为法轮功呢，因为没有做坏事，由于这个很那个就是消极，什么事都不做，然后所以呢反而没有犯错，所以呢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都不是事实。就刘仲敬在评论这件事上，几乎也不能说几乎每句话吧，就是大量的这个不是事实。那个法轮功不是没有什么都没做，他是积极的渗透美国社会，甚至我觉得从他现在所做的事情，也不是像刘仲敬说的是对外界无害。我下边就要分析一下刘仲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以及他对事实了解的为什么如此的粗疏。其实这都是一些更深层原因的一个结果。那么我来分析刘仲敬，你来看看我对你分析的对不对，然后我会进一步分析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那个原因它也是一个东西的结果。我觉得是来分析一下更深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咱们也算是切磋一下在网上。那个刘仲敬认为呢，就是法轮功到现在都没有分裂，他说如果是普通中国人组织起来的这个团体啊，10年之中也得分裂10次了。他说法轮功这么些年啊，一直都没有分裂，这本身就说明法轮功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它的德性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呢，如果你要说这个结果是法轮功的德性造成的，我们就要探讨法轮功这3个字在这个语境中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了。假如说这个是法轮功修炼实践，因为法轮功这3个字它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代表不同的意思。警察说今天我抓了3个法轮功，就是说我抓了三个练法轮功的人。然后呢，共产党最怕法轮功，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共产党害怕法轮功的这个组织架构，还有这个组织体系、信息传递体系、命令链条，还有人的行动能力，是这样吧？就是组织。然后呢，就是那个法轮功和那个共产党的假恶报是对立的，这里说的是法轮功的理念了。
然后你刚才的这个说这个法轮功的德性呢，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法轮功的修炼实践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德性，假如这么说的话呢，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这个修炼实践的这个主体啊，是国内的修炼实践呢，还是美国为主来影响世界各国的这个修炼实践呢？这两个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刘仲敬认为法轮功没有这个分裂，所以呢就说明法轮功的德性。这个里边缺少一个时间状语，假如你的时间状语是2024年或者2015年到2024年，这个将近9年10年之间吧，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从1999年开始到我出狱的2012年，你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是。那么既然谈到分裂，那么我换一个词儿，就是瓦解。瓦解比分裂还厉害，其实是分裂嘛，分成几大块，瓦解就是一片一片瓦解了。但是我作为法轮功里边的一个修炼者，而且是从1993年开始修炼到现在31年了，我认为法轮功现在面临的不是分裂，也不是瓦解，而是土崩。什么是土崩呢？就是维系每一个修炼者的那个最根本的东西腐坏了，所以我们将目击到的既不是分裂，也不是瓦解，而是土崩。这个土崩是没有救了，可以说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土崩的原因在哪儿呢？下边我就要说出我今天节目谈论刘仲敬这个评论中最重要的这个一个观点了。我看一下我的声音和那个好，声音什么看来都没有问题。那么我就要说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观点了，就是整个法轮功现在面临的问题，以及我加以批评的这个事情啊，它并不是像刘仲敬说的什么白区党啊，说什么法轮功德性无从指责呀，完全相反，可以说是。现在法轮功这个面临的问题是它30年以来的这个灵性上的实践腐坏败坏，就是腐败了，你知道吗？而这个灵性上的这个腐败，它带来的这个伤害，还有整个法轮功群体的这个土崩啊，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一点我要着重的这个指出。那么我现在既然我刚才复述了，就是刘仲敬他所说的所谓的事实以及他的分析，现在反过来我要评论一下刘仲敬他的事实以及我对这个事实的分析了。我们看一看我对事实的描述以及我的分析到不到点上。我说刘仲敬之所以如此的粗疏的就是描述他所说的事实，粗疏到什么程度呢？他所说的几乎每句话都不是事实了，就是一个李洪志打扑克，这个是个事实，还少了俩字，就是打扑克成瘾，而且给整个神韵的那个正常运作都带来了困难。出外演出的时候，能不能正常排练都被这件事影响，这是严重影响神韵运作的一件事，而不是什么仅仅几个人下岗工人来打个扑克，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当然，这个还有灵性层面的腐败的那个一面。那么就是说，刘仲敬之所以如此的就是忽略这个事实，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他来说，法轮功这些人是死是活，对他完全没有价值。就说你这些人爱死不死，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也许有一些反共功能的存在。当然，刘仲敬在他的论述中说，法轮功根本就不反共。龚自审呢说那个法轮功是作为重要的反共群体，等等等等吧。我姑且说呢，就是说，从刘仲敬看来，法轮功群体是一个可能有反共功能的这么一个存在。具体你里边那些人，他的生存状态是什么？他的最深沉的追求是什么？他的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他是不是受到伤害了？这个对于刘仲敬来说完全不重要。假如说刘仲敬的孩子，他应该是有小孩的，因为我看他的那个讲座里，他可能有女儿。假如你的女儿是在神韵，我敢断定你会把我所有的节目仔仔细细听一遍，你会仔仔细细的听在神韵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你听完了那些以后，你就会知道那些事儿是极其严重的，完全不是像你说的什么打扑克。我再说一遍，我不会在我今天的节目里再复述了，因为我做自媒体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需要把同样一句话说800遍，我就做一个自媒体，你愿意看你就去看，你不愿意看那就别看。但是我设想了一个场景，就是刘忠敬的女儿，假如他那个孩子是女儿的话哈，因为我听那小孩那个笑啊跑啊像是女儿。假如刘忠敬的女儿是在法轮功的什么小莲花幼儿园、明慧学校和那个或者是被送入神韵的话，我敢断定，第一，你会全部听完我的所有内容，而且你会非常焦急的到处去打听于超说的是不是真的。然后你会做什么呢？然后你会拿起你的手机拨通警察的号码。这些事实被我长久的在我的节目里谈，无论是王志安也好，还是这个刘忠敬也好，还是反驳我的秦鹏也好，或者张天亮也好，所有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听我的节目。真的，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都没有听我的节目。这个共同点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刚才我点这几个人名来说，神韵那些孩子死或者活，他们长久所受的伤害，对刚才那几个名字来说一文钱都不值，一点都不重要。那么我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在这些人基本都是纵论天下大事的人，然后在这么大规模的孩子受害的这个情况下，竟然不听我的节目，认认真真的听，这是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你说你那些天下大事的分析的时候基本没有根儿，包括你刘忠敬，你说那个东西没有根儿，下边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没有根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在这儿我就不再评价什么那个什么了，就是这个张天亮、王志安，我不再评价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件事的核心，我这是第2次说或者第3次说，是法轮功修炼上灵性的这个腐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儿。而你刘忠敬没有说到这个点儿上，你没有意识到这个灵性腐败对人对团体的伤害是极其深刻而深远的。实际上，中国社会之所以到现在这样，从根本上讲就是灵性上腐败了。你刘忠敬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说你头一次听到这个宗教是比较重要，是在研究这个苏联的那个垮台，就是真正的扛住了那个苏维埃这种那个碾压残酷碾压的，就是那些就是农村的渔夫渔妇组成的那个东正教教会，而那些那个开明知识分子，就是启蒙后知识分子，全都被碾成粉末一样了。然后在苏联之后的这个俄国社会真正形成凝结核啊，这个也是你的词儿，或者是那个谁的词儿，就是秦晖的词儿。形成凝结核的确实这些教会，那时候你说你才注意到这个宗教的重要性，但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个结果。为什么那些渔夫渔妇它能形成凝结核呢？你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么就像你自称你说你那个是什么那个信仰的基督教，然后跟上帝说了你心里的话，然后呢，那个说完了，天边彩虹出现。这我看过你的这个信主的过程。当然，就是说你个人信主，这个我是觉得非常值得这个赞许和这个祝福，甚至是欢呼的一件事。就你个人的这个，那么从你评论法轮功的这件事，因为你说不出来这件事的核心要点，就是那个。你在这事上，你在这件事上没有提出洞见，没有提出 insights，
而洞见是什么呢？这件事的核心是灵性上的腐败，灵性上的腐败的伤害是极其深刻深远，不但是在现实世界他涉嫌触犯刑法，而在整个大规模的群体中都是有深刻伤害的。你没有说出这一点，你不但没有说出这一点，你说法轮功是德性最完备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群体中是法轮功德性是最全的吧。然后呢，他这个出的麻烦是最少的，然后李洪志是最廉洁的，每一句话你都说错了，可以说是每一句话你都说错了。我现在就分析你为什么会说错，是因为你自己从来没有灵性操练。不要看你自称是基督徒，我今天问你这个问题，你不用当众回答，你就问你自己就可以，你就自己问自己，回答你自己。你平常祈祷吗？你平常和上帝说话吗？如果你和上帝说话，你不妨问一问你自己，你和上帝说的是什么？你的祈祷词是什么？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平常默想吗？基督教里默想是有一套操练方法的，你的默想是谁教你的？我想问一下，有人教你默想吗？我现在因为这个灵性操练呢，其实我个人来讲是觉得非常非常隐私的一些事情啊，非常非常隐私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自认为啊，我也是长久走在这个追求真理的路上的一个行人吧。我觉得我也把你当成一个行人，那么我就作为同行者，我问一问上面的两个问题。我对你现在的这个判断是你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灵性操练，我不知道你的祈祷是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你在祈祷中啊受过什么感动。但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就从你评论这个什么我批评法轮功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了，就是说你没有灵性操练，因此你就无法在灵性操练这个层面上啊说出任何能说到点上的话，这个就是一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所体现出来的对法轮功群体的那个些具体的人，他的这个生命的价值的完全的漠视啊，和什么龚自审呐，和这个张天亮啊，和文昭，就和法轮功整批大 V， 还有和现在这个互联网语境中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这是你们共同的宿命。因为当你们看低，就是说他人的这个人生的价值，然后他生命的价值，他不但是他属世的价值，还有他属灵的价值，你都看不到的话，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本身就是无论在属灵层面还是属世层面，都是那种贱金属，不是贵金属，是贱金属。正因为你自己没有这种分量，没有价值，所以你喂不出来，喂啊，英文词儿 WEIGH， 你称量不出来这个世界的这个分量和价值。现在有声音吗？请各位给我回复，现在有声音吗？那刚才那个人说没有声音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忠敬他没有这个灵性上的操练，所以呢，从本质上来讲啊，你的生命因为没有灵性上的操练，所以没有焕发出它应有的价值，现在还是处于一种贱金属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你称量不出周围的人和事儿的真实的这个分量和价值。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刚才我说，第一，刘忠敬在描述事实的时候，描述的几乎都不是事实。第二，他之所以没有描述出事实，是因为他完全凭着3手、4手、5手的道听途说来对这个世界形成认识。那么再往上，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凭3手、4手、5手的道听途说来形成对世界的认识呢？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
法轮功的这些人的死活根本就是不值一提。这些人他就应该像苍蝇或者是那个昆虫一样，是死是活都不重要。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评价呢，是他完全从组织的角度，谁反共谁不反共，谁是白区党谁不是白区党，谁有什么价值，谁可以被拉拢，谁可以被利用，全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法轮功这个组织。而法轮功的核心，它并不是一个组织，尽管法轮功存在组织，但法轮功并不是这个一声音一直都有是吗？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就核心的这个 core 啊，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组织，它是在一个灵性指导的情况下，一群人实践这个灵性修炼。你在过去的若干年看到的法轮功群体里的这些人的人才济济啊，也包括我于超，我也就是厚着脸皮自称一次人才吧。你所看到的法轮功群体里这些人的人才济济啊，它并不是组织出来的，不是拉拢出来的，不是收买来的，不是从白区党分裂来的，不是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那个小知识分子，都不是。这些人的背景各异，他们的这些才能是在灵性修炼中焕发出来的。我就是这样，我个人就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文昭、张天亮、肖明就等等这一批现在这些法轮功的这些人，他们所现在还能使用的一些才华呀，都是从他们的灵性修炼中焕发出来的。而现在文昭、张天亮等等这些人，他面临的是人生中重大的挫折，已经在挫折之中了，他们还不知道，你明白吗？他们还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在灵性上面腐败了，而且选择了错误的路。法轮功这件事儿根本的意义，它的重大的一个意义在哪儿呢？是我们正在目击一个非常大群体灵性上的垮台。在这个垮台的过程中，如果你不凭着你自己的勇气，不凭着你自己内心的这个向善的愿望，当然我于超还有很多基督徒为我祈祷，你知道吗？还有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力量。如果你不凭着这些，那么你会目击到很多人生命彻底的被摧毁，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个问题。你在世间上追究那些责任，只是整个的这些灾难的一个小的横截面而已。整个的这件事儿是在属灵路上的一次重大的灾难，同时呢，它也是一次可能的这个生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牵扯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法轮功的这些人呢，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了很远的路，付出了很重大的代价，也有各自的相当的收获，可以说是也有各自相当的这个收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这件事儿从李洪志先生那儿彻底的腐败了，很多事儿我还没有说出来呢，完全不像你说的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是最那什么的。你不能是闭着眼不听，捂着耳朵，闭着眼不看，捂着耳朵不听，你说什么都没有，你充其量说一个你不知道，你不能说没有，是这样吧？那么在这种灵性的这种灾难之中呢，我看很多基督徒他是看到这件事的这个重大的就一件重大的事正在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基督徒啊，在我过去的旧的那个频道下边各个节目下边为我祈祷，而且我知道不同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教派里边的那些教会的那些人都在为我祈祷。他为什么会为我祈祷呢？他实际上是希望这些灵魂呐得到拯救。这就是说，从他们的这个角度啊，看到了，他们从这个角度看到了这件事儿，它在属灵意义上的这个重要性，而你没有看到，就是从属灵那块你就已经是就是没有做功课了，直接反映到属世这块儿，你基本是闭着眼睛胡说了，开始你知道吗？你闭着眼睛说的全都不是事实，
然后在这种完全不是事实的情况下，你给出的评论就都不是事实。所以你是作为一个没有灵性操练的人，试图呢在这个世界上凭话语啊有你的一席之地。当然，这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希求啊有一席之地。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什么呢？你的这些话语没有根儿，因为你没有灵性操练。但是我认为啊，也许你听了我今天的节目以后，你觉得我说的对，你可以开始你的灵性操练。我觉得在基督教中，这个灵性操练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你要是就是能够开始，现在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对你呢和你的后代都会有非常大的好处。你也会真正的明白为什么这个东欧啊，或者这个苏联那边，它最后起来的就是这些那个看上去很土鳖的这些教会，他们是作为真正能撑住这个碾压式摧毁的那些种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就谈了，就是法轮功这件事儿的核心，就是一个属灵群体的完全的土崩。现在面临的是这件事儿。所以就是说，在我观察这个互联网上中文言语这个场域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心里是有很多很多叹息，其实也有悲悯吧。很多叹息和悲悯，有才气的人多，急于把这些才气兑换成现实利益的人呢，他们用不同方式兑换，包括你刘正静也是这些人中之一。但是实际上，真正在人世间走一遭呢，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西方社会，为什么美国，它现在还能形成这样种种的共同体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属灵传统非常扎实。我这个事儿可不仅仅是只跟中国人说，我这个事儿也跟美国人说。美国人听到这件事儿的反应，和包括你刘忠敬在内的这些中国人的反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总是问这些事实，中国人全都不关心事实。就是到现在为止，网上谈法轮功的这些黑幕的人这么多了，我想问一句，有几个人看过我节目完整的那些节目啊？他们总是说于超你的节目太长，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就复杂，这个事儿牵扯的人与事儿本来就很多。你要是嫌长，就说明你不想了解这个事儿。你不想了解这个事儿，那你在这儿在这儿喷个什么劲儿？我就说。就是你已经被你的这个唾沫星子所形成的雾气所障住了双眼了，已经是因为你从一开始你就不想了解事实嘛，对吧？但是美国人则不是这样，美国人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先了解这个事实，仔细的了解事实。你了解事实以后，你根据你自己形成的价值观，你去判断。那总不能一开始说啊，这个除了打扑克没什么事儿嘛？怎么会除了打扑克没什么事儿呢？这个这儿有人说说我对刘忠敬的分析直击要害，说那个刘忠敬具有上帝视角的分析能力。刘忠敬没有上帝视角的分析能力，刘忠敬试图有一个上帝视角。刘忠敬在谈论，比如说什么民族发明啊，在谈论一个地方，就是他这个一个是兵，一个是粮啊，什么这些，他结合了古代的这个政治统治的一些经验和现在的一些这个财政啊，这些东西的这个分析还是颇有见地的。但是只要一谈到稍微形而上一点的东西，马上就体现出硬伤。刘忠敬马上就体现出硬伤。比如说他就是那个大洪水理论，比如说如果中国乱了，那么就是他首先要在附近500米范围之内杀出一个无人区。我听着他这话，我哈哈大笑，你知道吗？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个说话也足够耸人听闻，不是这样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地区的崩溃，那都是我个人认为啊，那都是那个属灵种子在茁壮成长的开始。就是你刘忠敬自己说的，苏联那个完了以后，
真正扛得住苏联碾压的那个，就是那些土鳖那个教会渔夫渔妇。那古罗马不也是这样吗？人家说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哪来什么大洪水，哪用得着你去杀那个什么杀那个，就是这个就杀出一个无人区。就是说，实际上你所谈的这个事情是什么级别的事情？你所谈的事情是审判级别的事情。而审判级别的事情，在上帝在那个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对这个亚当夏娃这个审判，都是跟着这个救恩的，都是跟着救恩的。然后你实际上第一，你在谈这个级别的事情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僭越，因为这是上帝的权柄。还有另外一个呢，你再去谈整个这个架构。这个什么大洪水呀，什么那个张献忠吃人吧等等，这个你在这件事儿上你不明言的 implicitly， 英文词是 implicitly， 你不明言的否定了上帝的权柄，因为上帝是有这样的承诺，是要有救恩的，是要给人赐下救恩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在这从根本上来讲，你是不信神的，你不如我这个外邦人信神，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在谈论整个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由于你没有灵性操练，所以你被你的狂妄所占据头脑。你以为你在什么民族发明啊，在什么财政啊，在什么就是这些这个军队的组织上面有一些见解，你就能触碰那个更高的那个存在。这就是说，你不要触碰约柜，你触碰约柜当场就死，就是。你所想谈的事情是上帝权柄之内的，上帝权柄之内的东西是分享给那些得到救恩的人，他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恩典，能够领会上帝的恩典，能够从身上活出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所谈的那些事情啊，你就在形而下在这谈一谈，形而上的时候呢，我认为你也是有前途的，因为上帝的救恩是赐给所有人的。你呢，既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好好读圣经。好好的去参加教会活动，跟着人家那个就是学怎么祈祷，然后你可能的话也默想，你去默想，你知道吗？有一本书是巴克斯特写那是圣徒永恒的安息，你可以看一看这种灵修手册，你都可以看一看基督教内的这个灵修手册。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才气的，那个，但是你在属灵这个层面，可以说基本就是一片沙漠，可以说是。我这个扯得有点远了。那个，就是说上帝是爱人的，你知道吗？而你整个的这些话语和你活出的人生里面没有爱，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你没有爱，你知道吗？受害的就直接是你自己，因为你已经无法了解现实了。你有爱，你才能有这样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怎么说呀？激情、热情、火热的这个心，你知道吗？去观察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你知道吗？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爱，你不爱上帝所造的世界，你就不爱上帝，你不爱上帝，你就永远的 being isolated， 你就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你知道吗？虽然我不是牧师，但是我谈一谈我对圣经的这个理解。行了，我到现在呢，就是回应了这个刘忠敬和龚自审的交谈法轮功，说这些事儿，说的这个法轮功中不同意见的人提出这个是什么白曲党什么的，我谈了一些我的看法。那么下面我就说，为什么这个神韵演员啊，一定要站出来啊，揭露神韵黑幕。我接触不少神韵演员，有的人呢跟我谈他自己的故事，然后有的人呢就是说，我再也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有的人说我再也不想那个就是谈和法轮功的任何有关的事儿了，我再也不想谈和神韵有关任何的事儿，因为他们受的伤害很深，他们不愿意这个再接触了。我就谈一谈我的这个观感。
我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神韵演员呢，没有人从心底是真正快乐的。有的人说我现在就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了，我可以就是想吃什么想买什么我都可以有了，他就觉得自己很快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神韵的这些演员呢，从他们的那个青春期开始啊，就是在一个完全扭曲的环境中，是与非完全颠倒，人和人之间完全不信任。因为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啊，他看到人和人那些小孩甚至和自己的父母接近，他的脸都会拉下来，更不要说小孩和小孩之间接近了。因为这个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呢，他在这个神韵奉行的就是这种非常类似监狱的你不要拉帮结伙。他呢要求这些神韵演员都看一个电影叫《芳华》。芳华这部电影呢是说的文革时期的这个文工团的这个电影。他看这个电影，要求所有的神韵演员都必须看这个《芳华》这个电影。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芳华的那种管理方式，还有那种里边人人的这个就是效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种方式，是非常恰当的这种组织这个文艺团体的方式。那么神韵演员他从13岁左右，有的比他还要小，就开始被这种长期的这个扭曲，然后呢认为和人的正常情感都是人的情，而人的情是执着心，而执着心我们就应该去这个执着心。所以对自己的父母呢也要疏远，因为你和自己父母接近了，师傅和师母就会给你脸色看，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是自己人，你就会被周围人欺负。所以呢，在他们整个的这个人生道路上啊，他们一直到现在，有的人快40岁了，他们没有学会如何信任别人。这个呢，在他们这个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啊，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就是我见到的大量的这个神韵演员，他们在建立自己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啊，是这个失能的。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亲密关系，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能力信任他人。他们没有能力信任他人，甚至是和自己结婚很久的这个配偶，他们自己的事儿都不会跟这个配偶说，尤其是在神韵的经历，其中非常常见的场景是，他的配偶啊也是法轮功学员，而法轮功学员他之所以还能坚持修炼呢，其中脑子里有一个信念，就是师父是最对的，师父是好的。那么当神韵发生的那些事情，他听了只言片语之后，这个东西会动摇他的内嵌在他整个信念系统中一些特别核心的东西，就是师父是好的，他会使劲的就是拒绝听，不相信，不可能吧，这事儿怎么会这样呢？是你理解错了吧？而神韵的这个人呢，就是说这两个人已经是配偶了啊，神韵这一方呢，神韵演员这一方呢，他就会感到深刻的伤害，然后他也觉得他不像我这么能够清晰的把事情梳理清楚，所以他就无法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而觉得对方又不理解自己最深刻的痛苦，进一步增加了委屈和不信任，所以双方呢就在这个事儿上有深刻的隔阂。就是当你内心深刻的痛苦不能倾诉给你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是不能够称为亲密关系的，不能够称为亲密关系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非常担心自己一旦说出这种事情以后呢，因为在说出这种事情以后，法轮功群体会认为你呢已经邪物了，你呢是魔变了，然后我就会疏远你。他们又非常担心自己这个亲密关系仅有的这种脆弱的亲密关系受到影响，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又一次就没有那个亲密关系了。尤其是有的人还在经济上依赖他的这个配偶的时候，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隔阂和不信任在深埋在心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神韵演员在山上，在这个神韵被培养出来的，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在神韵里面的几乎每一个人，他既出卖过别人，也被出卖过。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就是神韵演员下山以后，就是离开神韵以后，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关系是冷淡和警惕的。他们的关系不像说，咱们都是毕业于人大附中，或者咱们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甚至差了好几年呢，咱们打个电话吧，
一说哦你谁谁谁啊什么的，马上就亲近起来了，你知道吗？本来我不太喜欢清华这帮人的，因为清华这帮人在我那个18、19岁的时候，我看他们全是两眼目光灼灼，步速比别人快至少50%，你知道吗？我觉得和这帮人说一些这个心灵深处的事很难。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人他们竟然都成了牧者了哈，基督教的牧者，我也感到很安慰，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这个追求灵性的这个道路。而神韵演员从那个神韵离开以后，他们互相之间是一个冷淡和戒备的关系，因为他们互相都不信任，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类似监狱的囚犯出来以后互相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囚犯在监狱的时候，你唯独要取悦的就是这个警察，你唯独要取悦的就是警察。然后呢，他们为了取悦警察，就互相之间说对方的坏话，而这恰恰是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在龙泉寺所营造的长达15年甚至以上的这么一种有毒的环境。所以呢，在这种神韵演员就是说这种从青春期开始就被扭曲的这个整个从人格和品格上面扭曲了，那么他无法建立这个亲密关系，因为他无法信任别人。同时呢，他在没有资源的时候会去依附他人，有资源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不知道怎么去爱。因为在山上你自保都不够，你更不要说去关怀别人和爱别人了。你打听别人的情况，你都有很大的麻烦，因为山上的会有人突然消失，原因不详。那突然消失的原因呢，有的是这个人死了，有的是这个人那什么了，那个被赶下山去了。这两种情况都是你不能问的，如果你问了，那你的思想就有问题了，师母就可能把你找到办公室，让你去回答他的问题去了。而每个人被师母找过去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神韵演员从人格和品格上受到了就是严重的这种伤害和错误的这个塑造，使得他在未来的人生中，这个你无论你挣多少钱，穿什么衣服，你内心这种扭曲和伤害你都是缓解不过来的。而你能通过什么方式有所改变呢？现在呢，神韵的黑幕呢正在逐渐的被揭开。我觉得这个对你们每一个神韵演员来说呀，都是一次难得的疗愈和重生的机会。我说你们难以建立亲密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你长久的在人生中被抛弃、被忽略、被伤害。你之所以被送到山上，那个你的父母或者你的爷爷奶奶或者你的姥姥姥爷，就是把你送上山的那个长辈啊，他们就是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刻放弃了对你教养的责任，他们以为宇宙主佛能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抛弃是深刻的刻在你内心的，你是在你完全无助的小孩的时候就已经被抛弃了。你在山上被你的亲密朋友抛弃，被你所愿意依赖、愿意信赖的老师去伤害、去抛弃，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然后呢，错误的这个引导，然后利用你整个人生活到现在，你都是这样的，所以你长久的被抛弃，因此你在人生的浮沉中，你会抛弃你亲密关系的那个人。我为什么敢于下这个断言呢？因为你已经忍心让你心中那个长久哭泣、恐惧、被出卖、被冷遇的小孩，你长久的扭过脸就不听他的哭泣，不听他想说出来的故事。他希望通过你的口说出他长久希望被这个世界所聆听的故事。你已经狠下心来抛弃你内心过去的那个受伤害的你了，你已经狠心让他双臂抱着自己的那个肩膀，蹲在冷冷的黑夜之中，长久的哭泣而不管了。
你以为你的眼睛去看那个 LV 包，你以为你的嘴巴去吃进冰激凌，这就是过上好日子了。你把你内心的自己都抛弃了，你忍心抛弃你自己，你就能忍心抛弃你最亲密的人，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在你人生道路上已经有的深深的那个陷阱。现在是一个机会，你填上这个陷阱，你重新的疗愈自己，你去安慰你内心那个长久受伤害，在深夜里哭泣而被老师被师母喝令不要乱哭。你们都记得这句话吧？不许乱哭。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吗？因为神韵演员大哭着跟我说，他们让我不要乱哭。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也流泪了。实际上，有多少人在神韵的暗夜之中，你们连哭都不敢出声？你们还记得那个你吗？你们真的要抛弃那个无助的你吗？你们真的以为抛弃了那个无助的你，你在未来的人生中，你可以过上你所谓的快乐人生吗？你们永远不会过上快乐人生，除非你照顾那个曾经被伤害的你，你安慰那个曾经被伤害的你，你和那个被伤害的你一起从伤害中走出来成长，然后你会从这个伤害中获得很多礼物，你还能帮到那些被伤害的人。所以人生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必须从这种事情中活出全新的这种茂盛的你。你是无法自己欺骗自己的。如果你在现在这个重要的机会上选择说我就是不说出来，我能过上我的快乐人生，我于超告诉你，你错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自我疗愈、成长和获得幸福的机会。那么今天我的节目先谈到这儿，看看那个大家有什么那个要讨论的。谢谢这个 im 王。没有断了吗？那我今天的节目先做到这儿。那个，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